Hello， 大家好，我是少爷兵。今天我们来聊聊卖依据服务，内容包括其背景、核心业务以及近期的财务报表状况。卖依据服务 MyEG Services Berhad 成立于2000年2月，是一间提供电子政务服务的垄断型企业。说起卖依据，就不得不提到其创办人兼董事总经理黄天顺。黄天顺在1995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随后在5年时间内创办了至少3家公司，例如 CyberSource Private Limited、Techno Channel Technology Sdn Berhad、IT Marvel Sdn Berhad 等等。其中 Techno Channel Technologies 更通过 MyWebInc.com 上市美国证券交易所。至于这个名字非常有气派的公司 IT Marvel 就是卖依据的前身，后来到了2001年10月才将公司名改为现在的名称。卖依据在成立后的短短3个月后，就与政府签署了一项特许协议，以电子方式提供司机和车辆登记、执照和罚单服务、水电费支付和卫生部在线信息系统，期限至少为15年。由于当时前首相敦马哈迪刚设立多媒体超级走廊 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卖依据也申请了加入该计划，以便能够享受免税优惠和利用其基础设施。这计划使得卖依据的业务在起步阶段可以稳定发展，在接下来的5年内，陆续推出了各种线上服务，包括在线驾驶理论考试、LDL 学习驾驶执照、网上支付 PDRM 罚单和 JIM 线上交易服务等等。2007年1月，卖依据成功在大马股票交易所的 Nasdaq 市场上市，随后在2009年成功转至主板，代码为0138卖依据。上市后的卖依据持续努力在政府的各个相关机构招揽生意，例如吉隆坡市政厅、大马报琼局、陆路交通局、国民登记局、大马王家警察和移民厅等等。由于卖依据拥有大量的政府合约，甚至被民间视为国政政府的关联公司，导致其股价在第13届全国大选因国政政府获胜而在隔天大涨。当然，自大选之后，卖依据的政府合约更是接个不停，几乎每年都会获得大型合约，业绩呈指数增长，连带公司的股价也直线窜升，更荣升为最牛股王，投资者们纷纷都欢呼雀跃，不亦乐乎。只不过，这一切都随着国政政府在第14届全国大选的倒台而化成泡影。在大选后的第1个交易日，直接连续2天跌停板，然后第3天处于限价交易，接着第4天几乎再来1个跌停板。短短4天内，卖依据的股价一共暴跌了接近65%，让许多投资者蒙受重大亏损。在西蒙政府上台后，更一度放话将重新检讨前朝政府所颁发的合约，同时也宣布废除 GST， 迫使卖依据不得不将财政年延长多1个季度，以对1亿7000万令吉的消费税监控计划进行减持。这事件也使到卖依据了解到，业务不能太过于依赖单一客户，所以从2019年开始，便将业务扩展至海外市场，同时也跟西蒙政府进行互相包容和磨合，加强双方的合作进展。到了2020年3月，新冠疫情的爆发，加上西蒙政府的垮台，卖依据的股价又一次受到重挫。不过很快就开始急起直追，一路飙涨到2令吉以上，目前正徘徊在1令吉80线至2令吉之间。卖依据主要的业务是从事开发和实施电子政务服务，以及为电子政务提供其他相关服务。电子政务计划是一项政府计划，其重点是改善政府内部运作的方式，以及向人民提供服务的方式。而整个电子政务计划的重点是允许人民通过利用其电子服务，可以更方便和及时的检查信息，并与各种服务供应商进行交易。目前卖依据的业务也分为几个部分，那就是政府对公民服务、政府和企业解决方案、海外市场以及医疗保健。卖依据的政府对公民服务是指预约驾驶理论考试、签发和更新驾驶执照、电子账单显示和支付等服务，以及检查和缴付交通罚单和查询破产或清算状态等在线信息服务。这些服务可以通过卖依据的门户网站或 kiosk 来进行。卖依据的 kiosk 在马来西亚所有州属的城市和城镇中都可以找得到。政府和企业解决方案是互联网以外的服务，例如软件和企业解决方案、系统开发和维护，以及在电子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等等。
因此公民不能以个人名义进行交易。这类型服务的主要目标市场是驾驶学校、保险公司、金融机构和律师事务所等等。MyEG 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独特的伙伴关系经营模式，也越来越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包括菲律宾、印尼和孟加拉。MyEG 在菲律宾的业务包括作为电子支付网关服务提供商，跟菲律宾的 CIMB Bank 合作，利用公司的数字服务和平台来营销 CIMB Bank 的金融产品，推出在线保险门户网站 MyEG Insurance， 还有跟菲律宾的 Land Bank 合作提供数字电子政务服务。在印尼方面呢 ，MyEG 目前正建立、拥有和运营用于商业服务的数字平台，以及扩展印尼的税收监测系统和税收系统。而在孟加拉，目前正在从事着技术服务和电子政务服务业务。随着2020年初开始爆发新冠疫情 ，MyEG 也陆续新增了一些与医疗保健有关联的业务，透过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出冠病风险分析系统，并开始为全马来西亚雇主提供一站式的冠病检验服务。MyEG 也收到卫生部的接受函，为入境旅客提供在线支付系统，以登记和支付冠病的筛查测试和隔离费用。同时也推出 MySafeTravel 数码健康通行证系统，适用于在新冠疫情期间进入马来西亚的旅客。此外 ，MyEG 也推出 MySafeQ 在线门户网站，为低风险的冠病患者提供一系列酒店住宿和便利设施选择，还有通过与 BP Healthcare 合作推出家庭筛查服务，率先在马来西亚使用基于深喉垂叶的新冠病毒检测。除了在马来西亚展开医疗相关业务 ，MyEG 也在菲律宾推出了一款名为 MyEGuard 的联系人追踪和数码健康分析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更在菲律宾与 Family Vaccine Specialty Clinics 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以开发用于预定和支付冠病测试的移动应用程序。现在来为各位介绍 MyEG 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MyEG 在2021年第一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1亿2174万令吉增加了40.8%，至1亿7146万令吉。净盈利也从去年的5884万令吉上涨了29.6%，至7628万令吉。营业额和净盈利的上涨，主要是公司旗下多项线上特许经营服务和商业服务所带动，包括摩托车保险、入税和正式驾照线上更新服务、病毒检测系统、MySafeTravel 系统、MySafeQ 和旗下网络购物平台 Numberly 等商业服务，以及子公司 CardBiz 的贡献增加所致。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3个月前增加了11%，至15亿7327万令吉。首先可以看到，公司的固定资产是总资产当中占据最多的，主要是以公司名下的建筑占多数，另外还有办公室和通讯设备、办公室家具和装修，以及建设中的工程也占了蛮多的数额。此外，公司的其他投资也拥有显眼的数额，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坐落在 NTTI， 而 NTTI 其实就是 S5 Holdings。目前 S5 Holdings 正在寻求通过 Encom Logistics Berhad 来借壳上市。MyEG 的开发成本也比3个月前增加了不少，主要是一些用于开发电子政务服务的软件或系统、移民相关的综合组件、MySafeTravel 门户网站和其他相关服务等等。接下来看看公司的融资应收款和贸易应收款，总共差不多4亿令吉左右，占据了总资产的1/4。根据2020年的年度报表，里面显示这公司的应收款项目有25%是有逾期的迹象，这里建议多加留意日后的进展。至于公司的其他应收款、存款和预付款也拥有蛮大的数额，主要是与设备、网关和疫苗储存室有关。还有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公司手中握有的现金，比3个月前增加了1半以上。在目前的经济不稳定期间，是可以为财报获取加分效果。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上涨了32.9%，至3亿6393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留意到，公司的贸易应付款、其他应付款和应计费用比3个月前上涨了蛮大数额的，证明这公司拖欠供应商的款项加大了不少，需要特别关注一下。而公司的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则有稍微下降了一点点的。其实单单以公司目前拥有的现金，几乎已经是足够应付公司的所有负债，所以是没什么需要担心的。
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增加了67.68%，至17885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公司的税前盈利是比上一年增加了不少，只不过融资应收款的现金流入就比去年大幅下降了。好在公司的贸易和其他应收款的现金流出减少了，而且贸易和其他应付款方面也增加了现金流入，所以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比起去年上涨了如此之多。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出反而增加了不少，比去年增多了549%，至3426万令吉的现金流出。从表中可以发现，公司在开发成本中使用了很多的资金，表示这公司正在加强研发自身的产品和服务，对公司的发展来说是一件好事。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也是呈现金流出状态，而且也比去年增多了57%，至1997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到，导致现金流出是因为合资公司的欠款加多了，还有公司也增加了购置库存股，以及减少了贷款的提取量，而加大了贷款的偿还量等等。总结来说，MyEG所经营的电子政务与数码商业服务业务在市场中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而随着人口增长、经济日益复苏以及人民的科技掌握能力提高，MyEG的业务也会随之增长而从中受惠。除此以外，MyEG的净利润也非常的高，几乎年年接近50%的赚幅。也就是说，做100块生意赚50块，试问这种对半赚的生意，在市场上又会有多少家公司能做到呢？唯一遗憾的就是MyEG时常被政治牵连着，尚且撇开近期出了名混乱的 SOP 不说，马来西亚目前最为混乱的也就非政治莫属了。但是这也是个很难避免的事情，毕竟MyEG的业务大部分都跟政府有关，所以管理层在近期积极往海外发展，以减少过于依赖政府也是一件好事。那么各位观众对于这家未来有着非常大潜力，但又时常被政治影响着的公司有什么看法呢？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也欢迎订阅我，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